下面宣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来柱的证言。注意听啊！你注意听啊！5月18日，军区向38机动军军长许新贤传达检疫任务时的情况。1989年5月18日15时55分，在军区办公楼主楼省城会议室，由刘振华政委向许新贤传达中央军委关于调部队进京执行检疫任务的命令。我和周玉器参谋长、黄英桥副参谋长、许孝武部长、以战作战部彭翠峰部长、戴金胜副部长、许厚南处长在场。当刘振华政委传达完中央军委命令，我对部队进京执行检疫任务提出了几点具体要求，并强调指出，检验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的，部队进京执行检疫任务是中央军委下达命令后，许先进提出我有意见，请向上反映，并说动用军队这样的大事应当由人大常委会讨论，少数人决定不对，不符合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强前2次维持秩序，不带武器还可以，现在带枪开着装甲车进城，对不对？我认为应当正式向上反映，这样的行动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执行这样的任务可以立功，弄不好要成为历史的罪人。带武器执行这样的任务，我无法执行，这个命令我不能执行。中央军委可以叫我当军长，也可以撤我的职务，这样的命令我无法执行，请领导领导别人吧。在许先贤说这些话的过程中，军区领导对其进行了多次严肃的批评和教育，这令其必须坚决的、无条件的执行命令。1989年7月15日。被告人许新贤，刚才宣读的李来柱副司令员的证言，你听清了吗？听清了。李来柱副司令员证明，1989年5月18日15时55分，刘政委和他向你下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和部署要求后，你表示这样的命令无法执行，请领导另找别人吧。中央军委可以叫我当军长，也可以撤我的职。军区领导对你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教育，责令你无条件执行命令。你对李来柱副司令员的证言有什么意见？这个原来这个刘政委的证言有些相同的地方，反正相同的一些地方，这个不那么完全一致的地方也有。这里边这个证言里头讲到少数人决策，这个话我没讲到少数人决策，我就是建议我说这个事儿怎么决策的，前面都已经讲过了，不重复了，还没有这么讲。辩护人有什么意见？没有。下面宣读
北京军区参谋长周玉琦的证言。1989年5月18日下午4时左右，在军区办公主楼3层常委会议室，军区向38集团军徐勤贤军长布置进京执行戒严任务。参加的人员有军区刘振华政委、李来柱副司令员、黄云桥副参谋长、后勤徐孝武部长、作战部彭翠凤部长、戴敬生副部长和我。由于调部队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情况紧急，所以军区确定将在总医院住院的徐军长请到军区当面交代任务。由刘振华政委传达军委杨副主席关于首都实行戒严的指示，并明确了38集团军进京执行戒严、维护首都秩序的任务。徐勤贤边听边记录，传达完了以后，徐勤贤把他的记录重复了一遍，其他同志做了一些补充。接着，徐勤贤讲：“我有不同意见，这样大的事情，动用这么多军队，全副武装到北京来，需要有正式命令。军队纳入了国家体制，应该由人大召开会议作出决定，由国家军事委员会正式下达命令。”这时刘政委说：“我和周司令员亲自去接受的任务，应该完全相信。”徐接着讲：“这我相信，但是以党的名义下命令是不合适的，应该正式向上反映。我无法执行这个任务，可以由军区直接向军里下达。现在的情况很清楚，北京市有1000多万人，有那么多群众、学生和国家机关人员都卷了进去，动用全副武装的军队，开着装甲车来解决，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从军队的根本职能来讲，也是不能这样干的。这不是对付侵略，如果是执行作战任务，那不成问题。我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既然军委可以任命我这个军长，也可以撤销我这个军长，执行这个任务可能成为功臣，也可能成为罪人。对于这些问题，现在可能还看不大清楚，但历史会做结论。”徐勤贤讲完后，刘政委严肃批评了他的态度，指出了他的错误，并要求他把军委和军区的命令迅速下达到部队。随后由我带他到4楼第2作战值班室，由作战部李明堂参谋要通了38集团军王福义政委的保密电话。徐勤贤向王政委传达了军区的命令后，我寄送他到电梯门口，他就到85楼招待所去了。以上是根据我的回忆整理的，当时我未做记录，但这与徐勤贤当时讲话的基本意思不会有出入。1989年7月12日。被告人徐勤贤刚才宣读的周玉琦参谋长的证言，你听清了吗？听清了。周玉琦参谋长证明，刘政委向你下达了中央军委命令后，你说以党的名义下命令是不合适的，并表示这个命令你无法执行，当即受到刘政委严肃批评。
并责令你把军委命令迅速传达到部队。随后，他带你到军区作战部第2值班室去向38集团军王福义政委打电话。打完电话后，你就到85楼招待所去了。你对邹玉起参谋长的证言有什么意见？有的地方是事实，有的地方就是不一致，有好多话我根本就没，那时候哪有时间说那么多的话？是吧？反正以党的名义发布不合适，这些话没有说过。这个究竟怎么回事说不清楚。还有什么？没有。辩护人有什么意见？没有。宣读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许孝武的证言揭露。询问证人笔录：时间1989年9月18日下午，地点北京军区85号楼招待所。询问人吴学博、蒋继光，记录人于新华，证人许孝武，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问：请你谈谈5月18日下午，军区常委向许新贤传达中央军委关于调38军进京执行检疫任务的情况。答：5月18日下午，军区常委开会是从3点开始，开头由周一兵司令员传达了军委的命令，完了以后，周司令去三筹门开会去了。接着，常委向各大单位传达军委的命令，先是向北京卫戍区传达布置，接着向38军军长许新贤传达，时间是4点左右。参加的有刘振华政委、李来柱副司令员、周玉曲参谋长、黄运桥副参谋长、彭翠凤、戴金生、许金河，还有我。一开始，刘政委先将军委关于调部队执行检疫任务的命令，接着李副司令布置了38军的任务，周参谋长也插了些话。完了，刘政委问他都听清了吗？许新贤情绪激动地说：“我有意见，政委，这么大的事情，这么草率地决定了，少数人就决定了。说这么大的事，应当由人大国务院讨论决定。面对这么复杂的情况，这个任务不能执行。你们领导别人吧。军委有权任命我当军长，也有权撤我的军长。”讲到这里，刘政委批评他说：“你怎么能这样？要与中央保持一致，头脑要冷静，不要犯了错误。”我因为基于回后勤布置检疫中的有关后勤事情，跟李副司令说了一声回后勤部了，后面的情况不清楚了。我当时的印象是，许新贤违抗命令一结束，面对这么多的人，情况那么复杂，我不能执行这个任务，领导别人吧。问：许新贤说这些话是一口气说的，还是零星插话说的？答：基本上是许新贤一口气讲的，别人没有插他的话。许新贤当场拒绝执行中央命令是确实无疑的。1989年9月18日。被告人许新贤，刚才宣读的许孝武部长的证言，你听清了吗？听清了。许
徐孝武部长证明，1989年5月18日下午，军区常委开会，由周一斌司令员传达了军委命令。之后，周司令员去三座门开会，下午4时，军区向你下达了军委命令，你当场拒绝执行。你对徐孝武部长的证言有什么意见？和前面的几位首长差不多，有的地方不一致。辩护人有什么意见？没有。下面宣读北京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黄云桥的证言。1989年5月18日下午3时55分，军区首长在主3楼会议室向38集团军徐勤先军长下达戒严任务。在场的有刘振华政委、李来柱副司令员、周玉琦参谋长、后勤徐孝武部长、作战部彭翠凤部长、戴敬生副部长和我。当刘振华政委传达了军委杨副主席的指示，并下达了38集团军担负戒严、维护手足秩序的任务之后，徐勤先讲：“我有意见，请向上反映。动用军队这样的大事，我建议由国家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体会议进行讨论，究竟这样做对头不对头？这样的命令应当由国家发布，以党的名义发布是不合适的。北京市人口上千万，现在已卷入这么多人，这么多学生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部队携带武器，开着装甲车进城，对不对？应当正式向上级反映。这样的行动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一个事件也可能短时间看不清楚，但是历史可以证明，执行这样一个任务可以立功，也可以成为历史的罪人。带武器执行这样的任务，我无法执行。中央军委可以任命我当军长，也可以撤销我的职务，我可以辞职。刘政委当即严肃批评了徐勤先的错误言论，指示他先把任务受领下来，传达布置下去，并明确指出这个任务是杨副主席交代的，是经过邓主席批准的。以后因有事我出去了一下，后面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这是我根据当时的笔记和回忆整理的，基本就是这些情况，不会有大的出入。1989年7月17日，被告人徐勤先，刚才宣读的黄云桥副参谋长的证言，你听清了吗？听清了。黄云桥副参谋长证明，刘政委向你下达命令时，他在场。你说这样的命令应当由国家发布，以党的名义发布是不合适的，你表示无法执行。刘政委对你不执行命令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这些情况他当时做了记录。你对黄云桥副参谋长的证言有什么意见？不完全一致，有的意思对，有的意思不对。哪些地方不一致？什么以国家的名义发布啊？这个人大常委会研究决定啊，这个话都不是这么说的。还有什么？
没有。辩护人有什么意见？没有。下面宣读北京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彭翠凤2次的证言揭露。调查笔录：1990年1月5日，地点作战部会议室。调查人蒋基初、蒋继光，被调查人彭翠凤。问彭部长，请你谈一谈军区周司令员刘政委传达军委调我区部队执行戒严任务的命令的情况。答：89年5月18日上午，周司令员和刘政委到三座门参加军委召开的紧急会议。当时只有2位首长去的，没有带其他工作人员。问周司令员和刘政委开会回来后是怎么传达军委命令的？答：司令员和政委回来后，当天下午2点07分，在主楼3层首长会议室召集在家的首长进行传达。参加会议的有李来柱副司令员、周玉琦参谋长、黄云桥副参谋长、后勤部徐孝武部长等，我也参加了。请你把2位首长传达军委命令的具体内容讲一讲。我有个记录，我有个记录。刘政委先传达了军委紧急会议精神。他说，高自联逼迫中央承认他们是合理的、爱国的、自发的。他们有些口号我们接了过来，还不行，逼我们承认426社论是错误的，承认高自联和工人自治联合会是合法的。这次戈尔巴乔夫来访华时就准备清场，他们就绝食，和他们谈了若干次，没有效果。前天晚上红十字会出面，按国际惯例绝食4天以上就可以接到医院去治疗。当时他们签了字，但红十字会去接人时又找不到人了。他们不是要民主，是要打倒共产党。首先是对准小平、李鹏同志，他们提出70岁以上的都下台，对戈尔巴乔夫访华阻碍很大。有人问哥有什么想法，哥说哪个国家都有，莫斯科将来也可能有。现在社会秩序是乱的，我们怕死人，多次和他们对话商谈，但他们都不接受。昨天有上百万人游行，这个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一是适应学生要求，退让，他们还要闹，而且提出426社论是谁教写的，要追查出主意写社论的人，承认他们是合法的。如果退，我们就更被动，这样下去实际上是第2次文化大革命又来了。现在谁说话都不算，不听，这个方案不行。2是要采取强制手段，公开表态426社论是正确的。高自联活动肯定有人指挥，广场上经常有外国人出现，还是精神污染、自由化那一套东西。党内有的干部对胡耀邦的变动思想不同，这段时间426社论没坚持下来，现在看来只有戒严。邓主席一批准调动部队，部队来了之后再宣布戒严。部队主要是首要点电台、电视台、大会堂执行戒严令。部队来要带武器，调5万人，新兵不来，不适合来的人可以不来。我们要力求不开枪、不死人，要准备时间长一点，最少3-5个月。有人反抗不要紧，因为他们不是爱国的，
是要夺权的，军队要有威慑的作用，搞个部署计划，装甲输送车、坦克也可以开进来，要安排好驻地、后勤、政治工作等各项保障。刘政委讲完后，周司令员接着说，刘政委讲得很详细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退，我们已经退到最后了，他们现在不是一般的讨价还价，因此我们要硬。中央决定首都北京实行戒严，如不这样就危及党和国家的利益，因此要戒严，力求早点公布，武警、公安、解放军共同承担。根据邓小平主席的决定，军委从北京军区调5万人，38军15000人，65军1万人，63军1万人，27军1万人，北京卫戍区警卫3师5000人，警卫1师准备1000人机动，24军和军区直属队先做准备，暂不动。具体任务等李鹏、乔石确定进的时间和顺序，要求快一点。21日凌晨前全部进入完毕，这样戒严令21日早晨就可以公布。无论如何要搞好保密，部队带轻武器、手枪、冲锋枪、少数轻机枪、子弹、冲锋枪50发，轻机枪1个基数，以连为单位装箱携带，到时再分发。装甲车准备2至300辆，主要放在郊区，视情况执行执勤任务。着装要带钢盔、穿皮鞋，着下装带背包、洗漱用品，炊事车全部带上。部队全部用汽车输送，部队先住一些房子，以后再搭帐篷。指挥问题，基址在西山，根据需要在城里开设指挥组，要赶快给各单位传达部署任务。两位首长传达的内容基本就是这些。问：调38集团军进京执行戒严任务是军委定的还是军区定的？答：是军委定的，调38集团军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由于当时情况紧急，周刘首长当面接受的任务，没有文字命令。这是一次啊。1989年9月16日，询问笔录，询问人吴学波、蒋继光，被询问人彭翠凤。问：请你谈谈今年5月18日下午，军区首长向徐勤贤传达中央军委关于调38军执行任务的情况。按法律规定，你要如实作证，否则要负法律责任。答：军委在下命令后，军区常委在5月18日下午传达给各个集团军，我们原先不知道徐住院，通知了38军受领任务。38军唐副参谋长说，徐在北京住院，王政委来行不行？我请示李副司令，李副司令说最好徐军长来，这样我就打电话给军区总院，派车给徐来军区受领任务。来时是15点50分左右，在场的有刘振华、李来柱、周玉琪、黄云桥、我、戴敬生、后勤部徐部长以及我部的徐河南处长。一开始由刘政委传达军委命令，这时我出来过一次，不久又回来，进进出出好几次。刘政委说，上午军委开了会，传达邓主席指示，要采取果断措施，调5个集团军很快到北京来实施戒严，38军出动15000人。刘政委还没有谈完，徐勤贤插话说，政委我有意见，这么大的事情不能由军委决定，应当通过人大或国务院全体讨论。刘政委说，老徐，这是邓主席决定，杨副主席亲自传达的，你还不相信吗？这时刘政委的态度很严肃。刘说了这么几句，
徐不吭气儿了。刘政委又继续传达军委命令，有很大的一段时间是讲形势。徐金仙又插话说：“如像前2次不带枪还可以，如果部队全副武装还带装甲车，我理解不了。”刘政委说：“老徐，你不要这样，请你听我说完。”刘政委又讲了38军的任务、驻防区域等具体事项。讲到这里，我又出去了，去接卫戍区何尚坤副司令。这一段时间，主要由李副司令向徐金仙做具体部署。回来时，周参谋长正在讲执行任务的具体要求，说：“老徐，军委的命令你必须得执行，还有什么不清的没有？”徐说：“都清楚了。”这时，我向首长报告卫戍区何副司令来了。周参谋长说：“这样吧，卫戍区何副司令来了，我带你去给38军打电话传达任务。”打电话时我没有在场，是周参谋长领着他去的。打完电话后，徐金仙就坐车到85楼去了。